所有的同學都感受到一個完全他們沒有看過的習近平。我們年輕人回來之後，透過他們的社群，很多人跟我說哈，我有很多朋友是綠的，可是他們都問我說，你去看騰訊怎麼樣？所以年輕人是有穿透力的，這也是民进黨怕的地方。但習近平跟我們的學生聊什麼？談了1個多小時。習近平在接見其他的來賓的時候，他是比較嚴肅的，可是他接待馬總統跟同學的互動，他那種身段跟笑容是真的非常的柔軟。我就覺得哇，就是一個長輩，我用一个長輩的一個態度說，他真的很希望台灣的年輕人跟大陸的年輕人是未來。最後他還送了同學2個金句嘛：青年是國家的希望，民族的未來。兩岸青年好，兩岸未來才會好。同學們都覺得，不是跟我講什麼一國兩制啊，不是跟我講什麼政治性的東西。幾個同學發言之後回來，都被同學封為讓習近平專心聽你講話3分鐘的男人。結果同學們也看了騰訊的一些介紹，他們發現居然騰訊的科技運用跟政府結合，運用到偏鄉。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对，我想大家也很想要了解一下，就是但習近平跟我們的學生聊什麼，然後他的同學們最好奇習近平到底聊什麼，因為據說脫考聊了蠻多的啊。那我看你最近學生們也有在接受友台的採訪啊，也談了不少，談了1個多小時，那不就真的聊了很多？因為畢竟沒有翻譯的問題嘛，所以大家直接用中文對談的話，那這可以聊的東西就非常多啦。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個習近平的反應啊，因為所有的同學都感受到一個完全沒有看過的習近平。就其實這是一個，我看到很多主持人學者也在節目上公開講，他說習近平在接見外國元首或者是其他的來賓的時候，他是比較嚴肅的。可是他接待馬總統的時候，他那種身段跟笑容是真的非常的柔軟，好像真的是很真心的開心的。那我跟你講，閉門之後更是如此。這個在這個跟同學的互動，他就完全的做得很自然，而且就我們有同學發言要站起來，他說：“坐下，坐着講就好了。”同學都覺得哇，這個長輩，我不要講他是總書記啊，不要講他是大國領導人，就是一個長輩，我們站起來講也是應該嘛。習近平說：“你們坐下來講。”然後就聽他們講，然後習近平就是他雖然有一個稿子，中央新華社有發，可是他大部分都是根據年輕人講什麼，他就脫稿來講，而且是用一個類似這種長輩的一個態度說，他真的很希望台灣的年輕人跟大陸的年輕人是未來合作。他就說你們是未來，他直接跟我們的同學們講。好，最後他還送了同學2個金句嘛，他說現在的青春是用來奮鬥的，未來的青春是用來回憶的。那勉勵我們這個同學們哦，在年輕的時候應該要努力為自己的這個職業或者是為自己的生涯奮鬥。同學們都覺得那不是跟我講什麼一國兩制啊，不是跟我講什麼這個什麼政治性的東西。然後幾個同學發言之後回來都被他們的同學封為讓習近平專心聽你講話3分鐘的男人。因為這個世界上能夠讓習近平專心聽他講話，大概只有什麼拜登啦、普丁啊等。所以同學們回來都是在傳習近平傳說。我覺得這個還蠻有趣的啊。當然最重要的是，我覺得習近平先生他在跟年輕人對話的時候，他是很誠懇的去在講中華文明、中華文化，跟他認為中國的現代化應該怎麼走，而他認為兩岸未來應該要怎麼攜手向前行。中華民族，我覺得這都是一個軟性的東西。這次您帶來這麼多學生去，是，那他們去參觀了很多現在中國最先進的這些科技發展。那你剛才有講到說，光是一個比亞迪，回來分享一下，就正經800，正經他們技驚四座，周圍他們有沒有發現說，我天啊，台灣的大韭菜大盤子啊！因為我們一台車隨便Toyota最簡單的這個休旅系列可能都要上百了哦，就90、100的隨便，那對岸30、40就可以有最好最新的車。所以這個是不是有很大程度改變了一些認知？但是在這中間，我也發現疫情3年，中國進步了很多。台灣這個斷線這3年，明明網絡都看得到，可是民進黨真的太厲害了，他封鎖，認知落差越大，認知作戰全面封鎖。其實這個歷史哥講得很好哦。我覺得這次民進黨對我們去訪問大陸的新聞是全面的冷處理哈。當然有一群打手政客啊，像那些立委那群人出來瘋狗亂咬，那個是他們的策略的。但是大部分的新聞是不准露出我們的參訪，為什麼？因為他們怕台灣人看到真相嘛。我曾經在你節目說楚門的世界嘛，就是他們希望把台灣人當成在楚門嘛，關起來不讓看到事實的真相。可是沒辦法，
為什麼我剛剛舉比亞迪啊？因為年輕人是有穿透力的，年輕人開始就分享照片跟影片說，比亞迪是這個樣子，然後大家就去開始傳閱說，到底比亞迪現在的狀況怎麼樣？為什麼會變成全世界銷量第一？然後他們的這個售價跟品質。另外一個就是大疆公司，無人機公司。我們有一個同學哦，他是拍電影的哦，人長很帥，而且非常的這個 open minded， 非常的這個心胸開放的一個人。他們拍電影是需要用到無人機的，所以他在大疆被訪問的時候，他說他是姜粉，結果姜粉反而變成大陸一個所謂的變成一個熱搜的一個議題，因為他發明一個姜粉，我是姜粉。他說因為大疆無人機在全世界無人機市場，民用無人機市場佔了70%，所以當時我們在參觀，帶着年輕人參觀大疆的時候，民進黨的立委吳思瑤等人就發了一個新聞稿，痛罵我們，說這一些公司都被美國制裁或是什麼管制，為什麼我們還要帶年輕人去看？我當場就發一個新聞稿痛斥他們，我說你們在阻礙台灣年輕人認識更多的視野，因為大疆如果是佔全世界70%，你憑什麼去擋它？然後我們帶他去看大疆，而且大疆也沒有參與什麼所謂的真正那個俄烏戰爭，俄烏戰爭使用那個當然是民用機被拿來運用，可是大疆公司是本身這是一個全世界最大的一個民用的無人機的市場。那我覺得這個時候民進黨反而用政治性跟意識形態來抹紅跟抹黑的時候，年輕人不接受了。我們年輕人聽到這個事情哦，都非常嗤之以鼻。他们覺得這些大人真的是瘋了。我們來看一個無人機，我們覺得這個這麼小的無人機越做越小，然後是怎麼做的？然後為什麼可以達到它的穩定度？然後它的那個鏡頭的那個清晰度是怎麼做的？年輕人好奇的是這個，他根本不會管你說什麼啊，你這個被美國制裁。那我是覺得這個東西是完全沒有辦法說服年輕人，所以我發那個新聞稿之後，我發現民進黨的立委就閉嘴了，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很精明啦，他們一定是有去這個了解一下網絡的這個發酵情況，表示他們這些說法年輕人是不買單的嘛。好，那所以你看後來我們去騰訊，當然我們去騰訊那天也造成大陸內部的一個小小的騷動，因為騰訊的這個創辦人馬化騰先生已經很久沒有露面了，但是為了迎接馬總統，他親自出來接待。結果同學們也看了騰訊的一些介紹，他們發現，居然騰訊的這個科技運用有跟這個政府結合，運用到偏鄉。他們鄉下有很多老人哦，現在都用這個高科技的協助哦，來協助來這個護理，或者是協助來這個來這個關心這個老人的情況。這都是現代科技才有可能發生的，然後穿透到這個偏鄉，我們同學們啊，在晚上都在討論這個話題，因為對年輕人來講，這意識形態不能當飯吃啊，而且很無聊。但他們會有興趣的是科技的進步，然後原來中國大陸現在已經進步到這個程度了，是年輕人熱議的話題。所以民進黨那些政治性的口水啊，不到幾秒鐘就被他們拋在他們的腦海之外了。所以為什麼民進黨要阻擋這些資訊？因為在這個資訊多一點，他們就不用選了。因為下次的年輕人就算不投給國民黨，他們會投給民眾黨，他們不會投給民進黨啊，對不對？所以這就是民進黨的危機啊。可是他們不在乎。我們年輕人回來之後，透過他們的社群，透過他們的平台，透過他們的網絡，學長學姐，很多人跟我說哈，執行長，我有很多朋友是綠的哦，可是他們都問我說，你們去看騰訊怎麼樣？你們去看那個比亞迪怎麼樣？甚至有人說，習近平看起來怎麼樣？好好奇哦，那你不是私下都在罵他嗎？哎呀，沒有啦，我很好奇他看起來怎麼樣。所以年輕人是有穿透力的，這也是民進黨怕的地方。所以我覺得主流媒體的封鎖哦，可能只能夠越說越小，這也是台灣的悲哀了。對，但是這就是他用這種執政優勢機器控制的嘛。